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拼命生下女儿回国后，保姆却变成了家里的女主人，婆家排挤，丈夫不爱，女儿不亲，我整日以泪洗面，郁郁而终。后来我重生了，重生在了回国的那一天。这一次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太太，你放心，你走了之后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2个孩子的。文心拉着我的手，神情悲痛不已，可我分明瞧见，她眼神里全是明晃晃的得意。妈，您别担心我们，文姨会照顾好我和妹妹的。大女儿顾倩倩站在远处看着我，神色平静中还带着一丝不耐。这个白眼狼，我气急，胸口止不住的喘动。而我的丈夫顾云在一旁沉默不语，一脸淡漠，仿佛我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情没告诉你。文心伏在我耳边低语，我已经怀了顾云的孩子了。他将我的手慢慢拉到他微微隆起的小腹上，我愕然地看着他，他冲我一笑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这对狗男女，我目眦欲裂，恨不得用尽全身力气给文心一个耳光。但此刻我的身体早已是强弓硬弩，手还被文心死死地摁着。我死死地瞪着他，身体因为情绪激动而大口大口喘气。突然间，我感觉喉头一股腥甜，我猛然吐出一口鲜血，无力倒在床上，眼皮越来越沉重。彻底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恍惚间看到爷爷和弟弟冲过来的身影，耳边全是家人的哭声，就像在梦里一样。我的灵魂浑浑噩噩地漂浮在空中，看着文心和顾云2人结婚相爱，想着生前文心得意的脸和顾云冷漠的模样，我心中全是痛苦、悔恨和不甘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再次睁眼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刚回国的那天。我叫阮瑞云，是1届泰斗阮家的千金。因为商业联姻，我嫁给了顾氏集团的大少爷顾云。婚后，我为他生下2个女儿。为了帮助他夺取董事长的位置，和他弟弟发生了争执。怀胎7月余的我摔了一跤，早产重病，我昏迷了2月才醒。随后家人将我带往国外疗养了1年才恢复完全。虽然恢复好了身体，但我却被告知以后无法再生育。只是我回到家中后，却发现顾云早就和保姆文心勾搭在一起，完全顶替了我的位置，就连我的女儿也叫她妈妈。我终日郁郁寡欢，最终因病去世。在登上飞机之前，没有将我回国的消息告诉任何人。前世，我将回国的消息告诉了顾云，他不但没有来接我，还告知了文心。所以我在回国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根本看不出他们2人有任何端倪。果然，我刚把门打开，便看到文心靠在顾云怀里，2人正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好一幅恩爱甜蜜的场景。我举起手机，淡定地拍了张照。听到声响，他们迅速分开。云云，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顾云一见是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冷静下来，出声质问。我知道你忙，我能照顾自己，没事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心里却暗讽着，就算告诉他了，能怎么样呢？就算他知道我要回来，也会和前世一样不来接我的。瑞云，你回来了。顾父也从房内走了出来，脸上也有些仓促，不过依旧尽力维持着笑容。看来他也知道顾云和文心是有一腿，早年便听说过顾父私生活混乱，如今看来
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我径直走向顾府，紧盯着他旁边侍奉在侧的人。这位是，他叫文心，我们请来照顾冉冉的保姆。顾父介绍道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是吗？这么年轻就出来当保姆，倒是有些可惜了。文心见我一直盯着他，有些心虚地挪开了视线，局促地捏了捏衣角。我冷冷开口，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好的，太太。语毕，他逃也似的离开了。其他人面面相觑，没人敢直视我的眼睛。当天用餐气氛异常糟糕，席间只有碗筷接触时发出的轻微碰撞的声音。我放下手中碗筷，状似不经意说道：“顾云，最近你去客房睡，我暂时还要静养。”这样啊，那你好好休养着。他语气毫无波澜，但是面上一闪而过的侥幸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他在侥幸什么呢？是怕我发现他身上的那些暧昧的痕迹，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想和我在一起？文心则是低头默默地收拾着桌面，仿佛事情与他无关。但是在听到我提出和顾云分房睡的那一刻，他嘴角依旧带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笑容。我心里只觉得讽刺，明明稍微用心观察，便能发现这两人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但是上一世我为何就发现不了呢？第二日，我便以刚回国为理由，提出让全家人一起聚个餐。顾家人一早便聚集在了家里，大女儿顾倩倩也从学校回到家中。虽然是我亲生的女儿，但是顾倩倩只是和我简单寒暄一阵后，便走进厨房，和文心说说笑笑。听着厨房传来的一阵阵欢声笑语，我内心有些泛酸。因着出国太久的原因，大女儿一直和我不亲，如今看来，她倒是和文心走得更亲近一些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理了理思绪，发消息给弟弟阮泽，让他将我的药送来。不到片刻，就收到他消息，说是已经到门口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踱步到文心身边，盯着他手里的米糊。你就给我们冉冉吃这些东西，什么营养都没有。你这保姆是怎么当的？我故意抱怨道。文心没料到我会突然发难，一脸不知所措地盯着我。顾妈妈立刻皱起了眉头。瑞云，在孩子面前这样说话合适吗？顾父也跟着附和。冉冉的饭食没有问题，你这是干嘛？大女儿也拉了拉我衣角，眉头紧锁，开口为文心辩解。妈，文姨也不是故意的，妹妹肠胃不好，只能吃这些。肠胃不好，她还真是会为文心找理由。我冷笑着拨开顾倩倩的手，正当我想继续发难时，冉冉迈着步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。冉冉，到妈妈这里来。我蹲下身，张开双手，想要抱住她，但是她只是看了我一眼，直直地朝文心走去。她抱着文心的裤脚，奶声奶气道：“妈妈。”那一刻，所有人脸色瞬间变得尴尬无比。纵使上辈子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此刻我依旧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我怀胎10月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女儿，此刻却叫别人妈妈。我狠狠地剜了文心一眼，文心紧张地望向我，眼神充满歉意与无助。这时候，阮泽走了进来。正好，阮泽，你看到了吗？冉冉竟然叫那个保姆妈妈。我气得几乎要哭出来。顾云的声音里满是不耐。瑞云，冷静点。怎么冷静？我1年没在，我的女儿居然叫别人妈妈。我的声音越来越高。太太，这都是误会。文心终于开口，声音颤抖着，可怜巴巴地望向顾云。我直接打断他。误会？你敢说这只是误会？顾云试图插话。瑞云，闭嘴！顾云，你作为父亲，
孩子应该叫谁妈妈，你最应该清楚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沉默下来。文心紧张地向其他人求助，倩倩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。妈，我甩开她的手，别碰我。整个客厅陷入死寂，只剩下我的呼吸声异常沉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今天开始，文心不能再进入这个家门。瑞云，你怎么这么钻牛角尖？你不在，孩子需要有人照顾。顾父第一个忍不住了，立马跳出来指责我。顾叔，听你这话说的，是在维护这个保姆吗？阮泽冷不丁地说出一句话来，杀伤力极强。顾少爷，严重了，只是冉冉习惯了文心照顾，立即换人，恐怕冉冉不适应。顾父语气立刻软下来，看他这副怂里怂气的样子，我不禁有些嗤笑。前世我忍气吞声，只想着一家人和和气气，却换来个郁郁而终的结局。如今有娘家的人撑腰和作证，他们不得不解释文心的存在。我偏要让他们知道，我阮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阮家的人，阮家自会护着。今天我姐就随我回阮家，你们不给个交代，这事就没完。阮泽知道顾父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将我带走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。最终，顾父尽管脸色难看，还是默认了阮泽将我带了回家。回到阮家，我才终于平静了下来。云云，来爷爷这儿。爷爷的声音温柔而坚定。顾家那小子真不是个东西。我忍不住靠在爷爷肩头哽咽着。爷爷，我终于回家了。前世我误以为爷爷狠心将我嫁给顾家，只是为了商业合作，直到死都没有和他和解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只是想我以后有坚实的后盾，是真心疼我。我死后，只有爷爷在我做鬼的时光里为我祈福烧香。终于，顾云还是耐不住性子来阮家找我。顾云，我要离婚。我的声音冷得像是从北极飘来的风。他愣住了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离婚，我要带走我所有的股份。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着。瑞云，你别说气话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顾云一向淡漠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，他靠近我坐下，伸出手想将我拢在怀中。谈？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不过1年时间，文心都快踩到我头上去了，连我的女儿都叫她妈了。我不吃她这套，一把将她推开。顾云见状，脸色一沉。你别闹了，文心对孩子们无微不至。够了，我打断他，他只是对孩子好吗？对你也不错吧？如果没有前世，我还真的可能会相信他这番说辞。按照时间推算，现在的文心恐怕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。我们正僵持着，阮泽闯了进来。姐，别和他白费口舌。阮泽拉着我就往外走。瑞云，顾云还想解释，被阮泽狠狠地瞪了一眼。我也不想多费口舌，起身跟在阮泽后面离开，不再看他一眼。只是没想到，事后顾父找到我爷爷，一副谦卑委屈的模样。他说文心待孩子们无微不至，所以小女儿才叫她妈妈，甚至诬陷我产后抑郁症还未完全恢复，情绪敏感。爷爷听完只说让他拿出让人满意的解决办法。顾父承诺立即将文心辞退，并厚待我，爷爷这才罢休。顾云也即刻来接我回家。你真的以为送走文心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我讽刺地看着他。顾云面色一白，他知道我是不会轻易妥协的人。他哀求着，瑞云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知道，就算顾家不送走文心，我爷爷也会动手将文心查个底朝天，所以他们轻而易举地答应送走文心，不过是为了保护她。好，我跟你回顾家，
我要亲自将文心送回顾家，毕竟顾家没有她，怎么继续演戏呢？见我回到家，顾倩倩面色有些不悦，冷不丁地扔给我一句：“妈，你给妹妹熬粥去。文姨走了，这事就你做。”好一个白眼狼！我轻笑一声：“顾倩倩，我可不是保姆，也不会做饭。”我转身面对她，深深地看了她一眼。如果你知道了文心的真面目，你一定会后悔。我信任文姨，至少她不会强迫我学我不喜欢的东西。顾倩倩皱着眉头反驳：“原来我这么多年的悉心栽培，在她眼里居然变成了强迫。”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涩。你以为生在富贵家，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好了吗？顾倩倩气得脸色铁青。你什么时候像个疼孩子的妈妈？我摇头轻叹。既然你认为文心对你才是爱，那你就继续护着她吧。我们母女情分已尽，我已经尽了一个母亲该尽的义务。前世的种种早就提醒了我，她不再是我的女儿，而是个不知感恩的人。几个月时间一晃便过去了，算算时间，文心差不多也显怀了。前世，顾父和顾云假意去高尔夫球场谈合作，实则是去见文心。我喊上弟妹沈逸曼，并带上2个女儿，假意去郊外别墅度假，准备去抓个现行。不出所料，刚一进高尔夫球场，我便瞧见顾云搂着文心正在打球，两人看起来格外恩爱亲密，而我的公公婆婆则在一旁笑眯眯地望着他俩，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！我心中冷哼一声，不过饶是远远望了一眼，我便看见文心的肚子已然隆起了一个不小的幅度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假装十分恼怒。瑞云，你怎么来了？顾云脸色一变，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。爸，你们……倩倩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满脸迷茫和不解。沈逸曼紧握我的手臂，她的目光冰冷。没想到姐夫居然是这种人。顾云涨红了脸，满脸慌张。瑞云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指着文心的肚子，冷若冰霜。解释？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难道说这孩子不是你的？见我情绪太激动，顾云下意识将文心护在身后，眼里不自觉带了丝敌意。看大小已经有6月了，估计是我回国的前2月怀上的。太太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文心躲在顾云身后，一脸怯懦，但嘴角悄悄翘起，眼神里却是藏不住的炫耀和得意。这眼神让我立刻想起了上一世，他这是这样的洋洋得意。我有些恼怒，做事想要上去拽他。顾云一把挡住我的手。瑞云，别太过分。我借力摔倒在地，突发性的意外让所有人都惊住了。沈逸曼立刻冲上来扶起我，怒视着顾云：“你干什么？怎么可以对姐姐这样？”没事，我轻声说着，但眼中满是泪水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顾母终于开口，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让人心寒。瑞云，为了顾家考虑，我打断她：“妈，不，顾夫人，顾家今后跟我没关系了，不需要牺牲我来成全。”我转身就往外走，云紧随其后。瑞云，等等我，听我解释。文心挡在了他的前面。顾云，你就算追上去了也没用的。文心，你给我让开！顾云焦急万分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我不让，我凭什么让？有脾气，你也把我推倒！文心挺着肚子，倔强地站在顾云的面前，仿佛他只要拦住这一次，以后顾云就是他的了。顾云最终还是没有跟上来。我上了车，沈逸曼紧随其后。你就这么善罢甘休了？他的声音里满是不解和焦急。我冷笑，垃圾就应该和垃圾桶在一起，这样的脏男人
我可不要。但是沈一曼还想说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我拍了拍她的肩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沈一曼才叹息一声。可是为什么倩倩没出来跟你一起呢？许久后，我敛下眉眼，沉声道：“这是她自己的选择，包括背叛和伤害。”沈一曼一时也语塞，车内瞬间安静不已，只有雨滴敲打在车窗上，发出绵密而均匀的声响。前世我也大闹过，顾家最后也选择把文心送走。后来文心放出怀孕消息给我，还告诉我她怀的是个男孩。那时我依旧可笑地相信顾云对我还有感情，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虽然心存友谊，但我还是偷偷跟踪顾母和顾云，到他们常去的别墅一探究竟。我想着，如果文心怀孕的事情是真的，那我便要抓现行，一定要和顾云离婚。可顾母却狠狠地摆了我一道，我刚争执了几句，顾母突然软倒在地，我心脏。之后，在顾云将顾母送去医院之后，文心也被顾家人藏起来了。病房里，顾母开始翻脸不认人，冷哼道：“阮瑞云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你现在没有证据，更何况你也不能再为顾家生孩子了。”顾母话锋一转：“瑞云呢？我们两家本就是同气连枝，有些事情你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我的心凉了半截。所以在你们眼里，我只是联姻的傀儡，生孩子的机器。我可没这么说。但你要想好，你提议的离婚可拿不走多少股份。他们这是打定了，我不会将事情闹大。我回到阮家，向爷爷哭诉，爷爷劝我离婚。可当时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咽不下这口气，拒绝了爷爷的提议，试图斗赢他们，但最终失败了。好在今生靠沈一曼做局，让大家都看清楚了顾家的真面目。前世文心的孩子是以养子身份养回的，今世因沈一曼作证，父亲亲自来家门口接我进去，只安慰我说一定要让顾家知道他的厉害。我拒绝了父亲的帮助，因为我要自己亲手报仇。顾云确实很快就来了阮家。你来了，我冷漠地看着顾云，大概是阮家最近向他施压，他的面容格外憔悴。瑞云，你听我说。他眼神哀求着。听你说什么？文心的事，还是你们顾家又有什么新计谋？我的话语尖锐，不给他任何开脱的机会。不是那样的，我真的不喜欢文心。顾云急忙解释，她现在怀孕了，但孩子是无辜的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几乎是以乞求的语气说道：“瑞云，请你至少为了孩子放过文心吧，又不是我的孩子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的声音猛然拔高：“我知道错了，请给我一个机会赎罪。”顾云低下头，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：“赎罪？用离婚和你的一半股份作为代价如何？”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提出了这个盘算了很久的计划。顾云抬起头，眼中满是震惊：“你要离婚和一半股份？”“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条件。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喜欢上了别的女人，我们或许还能好聚好散。”我的声音冰冷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。顾云沉默了，他的眼神闪烁不定，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回答。我咬牙切齿道：“但现在一切都太迟了。”文心被接到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安胎。我来到医院，待病房里没人的时候，才走了进去。“阮瑞云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文心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我有些不屑：“你演的这出好戏，我当然要来看看。”文心闻言，突然露出了一个得逞的笑容：“演戏又怎么样？顾云已经是我的了，我不置可否。那个男人一向会算计，
怎会心甘情愿放弃手里的利益？你还真傻。顾云可不愿意和我离婚。我站在他床边，眼神锐利。顾云喜欢的人，不管是不是我，顾家的人永远也看不上你。闭嘴！他被我说中要害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看来他也知道，凭着自己的身份，顾家也不会要这样一个儿媳妇。而如今，不过是因为她怀了顾家的孩子，而且还是个男孩罢了。看着他被踩到尾巴似的表情，我心里畅快极了。我重病后，你是凭着肚子里的孩子进的顾家吧？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吧？看来顾云确实不是很中意你呢。想来你待顾家这么久，应该看出来了。文心脸上有一瞬间的狰狞，但很快冷静下来，轻轻抚摸自己的肚子，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。没错，无论怎样，我还是成功了。听着他得意洋洋的话语，我嘴角泛起冷笑。你的计划还真是周全，只是等你生下孩子后，顾家还会容忍你这个污点待在这里吗？到那时，你可怎么办呢？靠顾云的喜欢吗？男人的喜欢可持续不了多久，你应该最清楚。说完最后一句，我便离开了，只留下文心一人躺在床上独自发呆。之后，我买通了记者，将我们三人的纠葛发布在网站上。消息一发出，立马激起一场轩然大波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还饶有兴致地打通了顾云的电话。我一手拿着手机，另一手轻敲着桌面。顾云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电话那头的沉默让我知道他已然知道了消息。阮瑞云，你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里充斥着愤怒和不解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顾云先生的真面目。电话那头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。你疯了吗？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我不禁失笑。我的好处就是看到你痛苦。我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顾云心里。他沉默片刻，随后用哀求的语气说：瑞云，停手吧，我们谈谈。我冷笑出声：谈谈？我早就开好条件了，不需要再谈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心里异常平静。顾云向来注重口碑，闹出这等丑闻，无论对他还是顾氏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所以我的条件，他一定会同意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我收到了顾云发来的消息：我的一半股份归你，但是孩子们跟我。看着屏幕上冰冷的文字，我内心没有任何波动，只回复了他一个字：好。离婚后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事业有了不少的起色，而文心只知道盯着我的一举一动。顾云最后也没有娶她，他与文心的情势外泄，迫于舆论的压迫，两人只能保持距离。文心却越发的贪婪急切，试图母凭子贵嫁入顾家，最终与顾云相看两相厌。瑞云，顾云再次找到我，试图和我说话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空气凝固了几秒钟，我不耐地转身朝门口走去，在离开之前停下脚步，告诉文心，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也一样。局势大改，没了我的帮助，3年后，顾云的董事长之位被他弟弟顾佑抢走，我立即将与顾家有关的所有股份统统转卖。不出我所料，顾家在顾佑的带领下大不如前。再次听到顾家的消息，是小女儿冉冉送定亲请帖给我的那天。我看着手中的定亲帖，回忆如同洪水般涌来。前世，我2个女儿都不亲近我，每当我试图靠近，小女儿就会退缩到文心身后。那种被自己骨肉拒之门外的感觉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
顾倩倩也亲近文心，对我冷嘲热讽。前世文心第一次生产完，便将孩子养在郊外别墅，自己经常回顾家。她在顾家趾高气扬，时常给我使绊子，整天一副女主人的样子。我因心烦意乱，身体抱恙，住进了医院静养。只是没想到，顾倩倩竟然破天荒的医院看我，但她一进门就用憎恨的眼神看着我。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母亲。顾倩倩的声音尖锐而冰冷。爷爷只喜欢男孩，我在顾家就像个透明人，而你不仅不安慰我，还逼着我学经济、看新闻、学艺术，对我那么严苛。倩倩，不要说这种话，你要在这个家站稳脚跟，就必须这样。我的声音颤抖着，向他解释着，但他却突然后退到窗户边缘，脸上满是疯狂。那只是你想要的，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要让你后悔。话音刚落，顾倩倩就要往窗户外探去。不，我惊恐万分地扑过去。就在那一刻，顾倩倩突然转变方向，用尽全身力气将我往外推，空气在耳边呼啸而过。下一秒，我重重地落在地面上，疼得我几乎晕厥。顾倩倩在窗边看着我，神色无比冷漠。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何会这样对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因文心承诺，只要她顺利嫁给顾云，他儿子以后继承顾家，顾倩倩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顾家股份。爷爷知道后震怒，顾倩倩却诬陷我疯了，当时竟要拉着她一起跳楼。小女儿只知道哭，说我对她不好，只有文心妈妈才对她好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的情绪越来越不好，一点点事情就会让我变得暴躁无比。人人都说顾云熬出来了，不用再受疯婆子折磨。我变成鬼后无法报复，只能旁观。前世我死后，顾云娶了文心，顾倩倩眼高手低，35岁才结婚，嫁给了离婚带娃的宋氏集团董事长。她为了权势而嫁，但婚后却被家暴。文心为了顾云的事业，拆散了冉冉和她心爱的人，将冉冉嫁给有势力的高官之子王珂。但王珂纵情酒色，压根就没将冉冉放在心上。顾云知道冉冉被欺负，去王家讨个说法，却一举得罪了王珂家，顾家的股票因此一跌再跌。冉冉也深受王珂折磨，死前抱着我的墓碑求原谅。我重生后，暗自为他谋划，希望这辈子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因为他前世的忏悔终究是舍不得。我原谅他了。今生冉冉订婚，男方是顾氏集团的总经理傅哲言，也就是前世和女儿相爱的那个人。我调查过，家境一般，但为人刻苦勤奋、孝顺聪明，对冉冉也是一片赤诚。我暗地里找到他，将顾氏集团的机密告知他，让他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，不仅可以自保，还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文心嫌弃他没有家世背景，但他今生不是顾云的妻子，并没有什么决定权。冉冉那个傅哲言没有家世背景，怎么配得上我们顾家？文心说不动顾云，便来冉冉耳边挑拨离间。没事的，我看中的是他的人。冉冉摇头，眼神中满是坚定。他现在长大了，也分得清谁才是真心对他的人。我可听说他是靠女上司爬上去的。文心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尽量表现得真切。冉冉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轻描淡写的回答：我只相信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。时间如同沙漏里的流沙，转眼间冉冉穿上了婚纱，傅哲言站在他身旁，他们手牵手站在花门之下，幸福溢于言表。妈，请您放心，傅哲言对我说道，
我会用一生去疼爱、呵护他的。看着他们甜蜜的模样，我的心终于落下了重重的一块石头。这样，我就更放心地将顾家的底细揭穿了。很快，许多关于顾氏集团的丑闻纷纷冒出台面。顾佑与广告女王涉嫌巨额贿赂高官被捕，顾氏集团疑似税务作假，暂停一切事务，相关人士正在介入调查。顾云被捕，顾云情人或参与其中，看着顾家人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，我积压了一辈子的怨气总算消散了些。再后来，顾倩倩的丈夫落井下石，顾倩倩被婆家排挤，婚事遇难，求我帮助，被我拒绝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顾倩倩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那你又是怎样对我的？我冷笑一声，心中却是满满的讽刺。但至少，他似乎想要找到一丝理由来说服自己，或者说服我。我的话像刀子一样锋利。至少什么？你不是一直站在顾家那边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生下我？如果连最基本的保护都做不到，顾倩倩的情绪突然爆发。我的心头也开始涌现愤怒。你不是也是选择了另一个母亲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他脸色变得悲观绝望，言辞之间充满了无助。我看着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。去死！如果你有勇气，去顾家楼顶跳下去吧，别死在我面前碍眼。他愣住了，在原地僵硬地站着好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。你……随后，顾倩倩转身跑了出去，只留下门口空荡荡的回响。顾家那两兄弟和文心都入狱了，真是自作自受。那老头子也一病不起。我站在窗前，目光穿透玻璃，看着外面匆忙的世界。顾叔他们带着顾云的儿子迁居国外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沈逸曼的声音，我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妈！一旁小女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她站在门口，眼神里全是笑意。我帮姐姐打的离婚的官司赢了。我嘴角噙着笑。行，别说是我帮了忙，姐，你还是如此心软呐。沈逸曼的声音又插了进来。我沉默着，没有答话。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我怎么可能真的看着他去死呢？妈，姐姐真的知道自己错了。你要不……一旁的冉冉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到此为止吧，我不想见他，以后他的消息也不用告诉我了。我打断了冉冉的话。冉冉见我如此坚定，也没有继续说下去。不久，冉冉又生下第3个孩子，我急忙赶去医院。我一脚踏进医院的病房，眼前的场景让我放慢了脚步。傅哲言握着冉冉的手，而顾倩倩也坐在床边，手里抱着婴儿。她听到声音，转头看向我。妈！她轻声喊了一句，那眼神里满是歉意。半晌，我叹了口气，终于点了点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